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禅悟。俗话说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，六名七相八敬神，九交贵人十养生。命、运、风水以及阴德都是难以改变的，我们称之为定数。而读书、交贵人以及养生这些事，那是我们能够改变的，我们称之为变数。谈到交贵人，年轻人会觉得没有用，中年人会觉得这是成功的关键，老年人会唏嘘万分，感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交到贵人。没有经历过，就会觉得贵人毫无意义，自己不需要贵人也能扶摇直上。而有所经历，成熟的人就会明白，贵人那是成功道路上的关键。有贵人相伴，基本能够少奋斗20年；而没有贵人相伴，也许我们一辈子都难以出头。我们常说天时地利人和，这当中的人和，既跟自己有关，也跟我们所遇到的贵人有关。有太多的人就是因为没有遇到贵人，所以壮志难酬，甚至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实属悲哀。贵人将至，必有暗示。贵人在帮助你之前，会有这些预示出现，要好好把握了。一、低谷时依旧陪伴在你身边的人才是贵人。俗话说，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你有钱的时候，别人主动来奉承你，抱你的大腿，还表现出一副真情实意的模样，那你就会相信他们，觉得这些人不仅是好人，还是自己的好朋友。讽刺的是，等你没钱了，破产了，这些所谓的朋友就会离你而去，根本不在乎以往的情分，也不在乎你帮了他们什么。在他们看来，有钱有酒之人才是真兄弟，无钱无酒之人就不必放在心上了。唯有身处谷底，才能看清楚谁是真心人，谁是无情人。那些对你不离不弃，甚至陪伴在你身边的人，十有八九都是老天给你安排的贵人。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卑微时的真心陪伴，才是生活对于人最大的慰藉。好好珍惜那个不离不弃的贵人，他们来到你身边，是来渡你的。二、在关键时刻及时给你帮助的人才是贵人。商纣之期，西伯侯姬昌面临纣王大军的威胁，所以他只能让自己的姿态变得更为卑微，完全处于逆境当中，被动到了极致。在一次机缘巧合当中，姬昌在渭水河畔遇到姜子牙，就是这么一位70、80岁的老人家，说了一番话，就让姬昌顿时心生钦佩。结果就是姜子牙帮姬昌父子灭了商纣，成立了大周，而且保了周朝800年的江山。什么是贵人？在关键的时候拉你一把，甚至帮你成就大事业的人，那他就是你的贵人。他们的作用在于帮你打破当下的瓶颈，从而让事业达到更高的峰值。如果姬昌没有遇到姜子牙，姜子牙也没有出山，那周文王父子也许一辈子都打不赢商纣。这就说明了一点，有无贵人相助，局势就是不一样。这真正有福气的人，哪怕才华一般，也能在贵人的帮助下成就非凡。三、能让你激发潜力的人就是贵人。贵人一般分为2种，一种贵人可以给你直接的帮助，而另一种贵人无法给你直接的帮助，可他能间接让你觉悟，激发你的潜力。周瑜和诸葛亮，诸葛亮和司马懿，这3个人看似是敌手，可他们都是彼此之间的贵人。没有周瑜，诸葛亮也不会棋逢敌手，给世人展现出极高的才华；而没有诸葛亮，司马懿也无法在魏主的眼皮底下活下来，更别说有后来的成就了。所有的棋逢敌手、将遇良才，都是一种人生之幸。
别人一辈子都没有遇到如此对手，根本没有激发潜力的机会，这才是悲哀。当然，身处于修罗场当中的人们不明白，以为遇到了差不多的对手就是自己倒霉。但他们都忘了，人之价值不仅可以从自己的身上体现出来，还可以从别人的身上体现出来。人与人之间，那是相互成就的。4. 让你内心温暖。生活有光的人就是贵人。人活一世，也就求生活温暖，心中有光罢了。在外辛辛苦苦工作，遇到了懂得体谅的老板，那他是我们当下的贵人。回到家有亲人陪伴，他们也能感同身受，那他们就是我们一辈子的贵人。说实话，在如今这个人性冰冷的世道，能够拥有一丝的内心温暖，就已经是一件幸事了。东野圭吾说过一句话，人性这东西，不要对任何人抱有任何道德洁癖的希望。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半人半鬼，凑得太近，谁也没法看。半人半鬼的人性，这是江湖的常态。关键在于，这鬼的一面向着谁，这人的一面对着谁。如果身边人都以人性本善来对待我们，那我们该谢天谢地了。至少命运并没有让我们处。网络上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如今的年轻人、中年人会表现得低欲望？因为这些年轻人、中年人隐隐约约发现，他们这辈子的人生貌似是被人设定好的。这里谈到的设定，不是老天设定，而是精英对于普通人的束缚。年轻人发现，他们从小就被聚集在一起读书、考试、读大学，读完书之后就需要去工作，到了一定的年纪，被人逼着去买房、结婚、生子，背负贷款，孩子长大后也是如此人生，代代贫穷，代代打工人，代代相传。中年人发现，他们努力了大半辈子，貌似没有换来什么，只换来了一身的病痛、矛盾的家庭、争吵的婚姻，以及无奈的贫穷，只能终日奔波，刷着短视频来让心灵麻木。自己这样就算了，孩子貌似也要过着这样的人生。河南发现楚国贵族墓葬群，多亏了这个放羊娃，竟有6098件文物。谈到这里，就不得不谈到一个案例，放羊娃。记者来到山中，采访了一个放羊的孩子，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？放羊娃回答，跟我一样，都是放羊的。记者追问，你有什么梦想吗？放羊娃回答，跟我父母一样，继续放羊，过几年娶老婆，生孩子，放羊一辈子。记者继续追问，你对于孩子有什么期待吗？放羊娃回答，孩子长大后也跟我们一样，早生娃，继续放羊一辈子。每当人们谈到放羊娃这个案例，都会哈哈大笑，讽刺放羊娃的家族终其一生在山里边放羊，每代人都过着相似的人生，毫无改变，毫无意义。其实我们都是50步笑百步。城市中的打工人真的有资格笑放羊娃吗？没资格，因为他们就是城市里边的另类放羊娃。按照28定律，80%的普通人的人生都是20%的精英设定好的。20%的精英为了管理80%的普通人，就会让他们做同样的事，过同样的生活。如此，管理的成本、耗费的精力就比较少了。普通人的一生其实是固定的，读幼儿园，读中小学，高考，大学，毕业后工作，贷款买房，结婚生娃，迫于压力，更卖命赚钱，到了中年被淘汰，只能去送快递、送外卖，当保安、保洁，晚年把钱送给医院，孩子也跟着父母的步伐，过着相似的人生。按照普通人的理解，人生就是这样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见识过真正的世界。精英
以及精英的孩子，并不需要过着固定的人生。他们读不好书，可以出国留学，毕业后不需要跟普通人内卷，打个招呼就有工作了，一辈子稳定，岁月无忧。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精英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，而普通人毫无选择，只能按部就班？因为普通人的人生是精英决定的，而精英的人生是自己决定的。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，普通人没见过真正的精英，连见到村长都得点头哈腰，怕得罪了村长，更别说其他人了。回到普通人的命运这件事上，为什么普通人的命运是被精英决定的？就拿内卷来说，你认为内卷是什么人的内卷？毫无疑问，就是没钱没势，只能打工的普通人需要内卷。大家都是应届生，A 的爸爸是某某老板、领导，基本是前途无量的。B 的爸爸是工地的打工人，只能内卷，面临残酷的竞争，1000人争一个岗位那种。普通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就是1代流水线，2代快递员，3代外卖员。精英以及他们的后代就是3代电网人，3代烟草人。如果还不理解，就拿买房这件事来说，60后和70后不需要买房就能结婚，为什么到了80、90后和00后就需要买房才能结婚呢？房子等于婚姻的观念是谁提出来的？毫无疑问，是房地产的精英提出来的。别人说了，普通人就信了，就认为房子等于婚姻了。如此，普通人就成为房奴了。买房结婚的观念如此，其他的问题也是如此。宿州人必看，为什么说年底是买房最佳时机？看完秒懂。如果依旧不理解，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。同一家公司在长沙的招聘工资是4000元，在广州的招聘工资是6000元，为什么会存在工资的差距？因为不同城市的消费是不一样的。在长沙，领4000元的工资可以在长沙生存，但买不起房；在广州，领6000元的工资可以在广州生存，也买不起房。为什么？因为工资只能保证一个人的吃喝拉撒、租房，除去了这些费用，基本就没有任何的余钱。而这一切都是发放工资的老板精英制定的。所谓莫看江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清醒点，否则只会